诸位且静听，今天我们将走进一位勇猛如神却命运多舛的传奇将军李广。他是匈奴闻之丧胆的飞将军，弓马娴熟，作战如风。他守卫边塞数十年，战功累累，却因命运不好，始终与封侯无缘。他冲锋陷阵不下100次，救援孤军，突击敌营，却每因运气与政治错失奖赏。一次迷路错过战机，他自请伏法，最终选择自裁，以一枪忠勇告别汉武帝的军帐。他的死震动朝野，他的悲剧千年传唱。李广一位将军的荣耀与落寞，构成了汉朝英雄史中最令人扼腕的一章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生不逢时的铁血男儿李广。他出生在一个尚武的家庭，祖上世代习武，精通骑射，这种血脉里流淌的军人气质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少年的李广天赋异禀，臂力过人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，箭法之准令人瞠目结舌。他可以站在飞驰的骏马上，随手挽弓，箭矢如流星般精准命中远方的靶心，甚至连当时最好的弓箭手都难以望其项背。汉文帝时期，匈奴骑兵再度扣关，铁蹄践踏着边郡的沃土，狼烟直抵长城脚下，大汉的边境警报频传。年轻的李广怀揣着报国之志，毅然投身军旅。他披上甲胄，手持雕弓，英姿勃发地出现在战场上。汉文帝得知边境告急，急召能人志士。李广以其出色的骑射之术，在比武中脱颖而出，得到了文帝的赏识。文帝曾感慨道：可惜你生不逢时，如果生在高祖时代，封万户侯对你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啊。这句话仿佛一道谶语，提前预示了李广一生坎坷的命运。自此，李广开启了他长达40余年的戎马生涯。他从郎官做起，一步步凭借军功成为了边郡太守。每一处边关都留下了他浴血奋战的身影，每一片土地都铭刻着他与匈奴殊死搏斗的印记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，却屡屡与封侯的荣耀失之交臂，这究竟是为何？命运的齿轮似乎总是与他开着残酷的玩笑。建元年间，天下承平日久，然匈奴却日渐强盛，边患不断。汉武帝即位后，雄心勃勃，决定改变汉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，转为主动出击。他深知要彻底解决匈奴问题，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优秀的将领。此时李广已是名震边关的老将，武帝也早就听闻了他的威名，于是他被调回京城，担任未央宫卫尉，掌管宫廷警卫。这是一份荣耀，也是一份信任，但却将他从熟悉的边塞战场拉回了复杂的朝堂。元光2年，汉武帝发动了马邑之围，这是汉朝首次大规模主动出击匈奴的战役。武帝派出大将韩安国、李广、公孙贺等，率领大军埋伏于马邑城外，企图诱歼匈奴单于主力。然而计划却因匈奴人的警觉而告吹，匈奴单于识破了汉军的圈套，提前撤退，汉军未能建功。马邑之围虽未成功，却开启了汉朝对匈奴主动出击的序幕，也为李广此后的沙场征战埋下了时代伏笔。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强度升级，军工标准也愈发严苛。几年后，匈奴再度犯边，汉武帝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在右北平，他遭遇了一次匈奴大军的围困。那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，风卷着沙尘，枯草低垂，远方是若隐若现的山影，宛如巨兽伏卧。李广率领数百骑兵深入敌境巡逻，却被数千匈奴骑兵团团包围，情况万分危急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，身边的亲卫和部下都恐慌不安，面面相觑，士气低落。李广却异常冷静，他勒住战马，不退反进，命令手下向匈奴阵营冲去，佯装撤退，然后又突然停下，
在距离匈奴只有数十步的地方解下了马鞍，若无其事地躺下休息。匈奴骑兵看到这一幕，以为李广在设下圈套，不敢贸然进攻，反而放慢了追击的步伐，远远地监视着。李广趁机派人出去打探敌情，当他得知匈奴骑兵已经摆好阵势，却没有立即发起进攻时，他知道自己赌赢了。李广深知匈奴素来畏惧自己的用兵诡诈，这种示敌以弱的姿态，恰恰让他们疑心附近有汉军埋伏，这正是他利用威名与心理战术的关键。入夜时分，他突然下令全体将士起身，迅速上马，朝着匈奴军营的方向猛冲过去。匈奴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仓促应战，阵型大乱。李广抓住机会，率领将士们一举冲破重围，安全撤回大营。这一战，他不仅化解了危机，还成功地震慑了匈奴。匈奴人私下称他为飞将军，既为其威名，也叹其行军迅捷如飞。此后数年不敢轻易进犯右北平。元朔元年，汉武帝再度发动4路大军出击匈奴。这次李广从雁门出征，与公孙敖、公孙贺、卫青等人各率1路大军。那一年风沙弥漫，战鼓声震天，大汉的将士们怀揣着收复失地、驱逐匈奴的决心，浩浩荡荡地开赴前线。然而李广这一路却遭遇了匈奴的重兵围困，激战之下，他麾下的将士伤亡惨重。李广身先士卒，奋勇杀敌，奈何寡不敌众，最终负伤被俘。匈奴人见生擒了赫赫有名的飞将军，欣喜若狂，得意洋洋地用绳索将他捆绑起来，将他放在2匹马之间，准备押回匈奴单于的王庭炫耀。那是一条漫长而颠簸的归途，冰冷的绳索累得他生疼，但李广的心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与不甘。他怎能忍受被俘的屈辱？他紧紧地盯着身旁的一名匈奴少年，这个少年骑着一匹上好的骏马。李广强忍伤痛，佯装气绝，趁匈奴人松懈之际，突然腾身跃上身旁匈奴少年的战马，夺起弓箭，风驰电掣般向南狂奔而去。匈奴骑兵们发现李广逃脱，顿时大乱，数百名骑兵紧随其后，呼啸着追赶。李广凭着他高超的骑术和对地形的熟悉，在茫茫草原上狂奔，他偶尔回头搭弓射箭，每一次箭矢离弦，都精准地射中追兵，阻止了他们前进的步伐。最终他成功甩开了追兵，回到了汉境。虽然李广逃脱生还，但这次失利让他再次面临严重的惩罚。按军法，身为将领，损兵折将且被俘，罪当处斩。最终李广缴纳赎金，被贬为庶民。命运似乎总是在给他机会，又总是在最后关头将他推向深渊。被贬为庶人后，李广在乡野赋闲数年，但匈奴边患未止，汉武帝深知其威名，再次启用他参与对匈奴的作战。元朔6年，李广任后将军，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定襄击匈奴。此战卫青大军斩杀匈奴数千，其他将领多因功封侯，而李广所部虽参战，但斩首数未达封侯标准，再次与封侯失之交臂。此战再次暴露了李广作战风格的局限，他擅长冲锋陷阵，却在大规模军团作战中难以积累符合封侯标准的稳定战功，这与汉武帝以斩首虏数论功的制度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。元寿4年，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年份，汉武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，旨在彻底摧毁匈奴的军事力量，解除边患。这就是著名的漠北之战。汉武帝调集了全国最精锐的兵力，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别率领2路大军，深入漠北，巡歼匈奴主力。这场战役规模宏大，耗费巨大，汉朝几乎倾尽了国力，是要一战定乾坤。当战役的序幕拉开时，李广再次被任命为前将军，随同卫青大军出征。他早已年迈，白发苍苍，
但那颗报国之心却从未老去。他向卫青请战，希望能担任先锋，率部直捣匈奴王庭。卫青知道李广的勇猛，也知道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，但他同时收到了汉武帝秘密下达的诏令，李广命运坎坷，不宜担任先锋，恐其再遭不幸。卫青犹豫再三，一方面因武帝密令，另一方面也想让好友公孙敖立功复爵，最终还是将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士奇调往东路，命二人共同率部从东路迂回包抄，而将自己亲率的主力部队从直道向北推进。李广得知这个命令，心中万分沮丧，他戎马一生，从不知避险，他渴望的就是正面与匈奴主力决战，而非迂回包抄。他再次向卫青请求，希望能够亲自带队从正面进攻。他甚至说，我自年少从军40余年，征战一生，如今老了，才有机会随大将军出击单于，请求让我担当前锋，亲与单于决战。卫青仍旧不允，只是命令他们从东路出发。李广无奈，只得接受命令。然而漠北的荒原广阔无垠，地形复杂。李广与赵士奇的部队从东路出发后，因为没有向导，在茫茫的草原上迷失了方向。将士们在荒凉的土地上前行，饥渴交加，迷茫无助。数日之后，卫青的主力部队在西路与匈奴单于的主力遭遇，展开了激烈的决战。那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搏杀，汉军将士们浴血奋战，最终大破匈奴主力，单于远遁，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而李广和赵士奇的东路大军却迟迟未能抵达战场，彻底错失了参战的机会。战役结束后，卫青大军凯旋而归，却独独不见李广。卫青派人去召见李广，让他前去大帐接受军法官的审问。当军法官将此次战役的失误归咎于李广，并要求他回去接受进一步的审讯时，李广的内心彻底绝望了。他戎马一生，从不惧怕生死，唯独无法承受这样的屈辱。他知道，这次迷路失期，不仅让他错失了最后的封侯机会，更可能面临军法严惩。当他面对军法官，面对那些冰冷的条文和苛刻的审问时，他再也无法忍受。他想起自己40多年的军旅生涯，想起那些死去的兄弟，想起自己一次次与封侯擦肩而过的遗憾。他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绝望。他看着军法官，声音沙哑却坚定地说道：我自年少从军，与匈奴大小70余战，如今侥幸活到今日，终不能再受刀笔小吏的审问羞辱。他随即拔出佩刀，引刀自尽。那一年，李广已年过60旬，一生的荣耀与遗憾都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李广的死讯传开，整个大汉为之震动，无数边塞将士甚至平民百姓都为之痛哭流涕，感慨万千。他们为这位英雄的陨落而悲伤，更为他一生未能封侯的遗憾而惋惜。那一句李广难封，从此成为了流传千古的慨叹，也成为了这位飞将军最悲壮的主角。李广的一生仿佛被一层无形的迷雾笼罩，每次离功勋封侯只有一步之遥，却又总被各种意外和不祥所阻挠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，从军事管理角度给出了更为冷静的剖析。他尖锐地指出，李广治军存在严重缺陷，行军作战不按严格的编制和行列布阵，放任士兵自由散漫。这种人人自便的风格虽然能使士卒爱戴，却埋下了隐患。司马光将其与同时代严谨治军的程不识对比，程不识治军严整，虽无功亦无大败，李广治军简易自由，士卒乐从，但与突发袭击时易陷入被动。这种分析揭示了李广在大兵团作战中缺乏制度性约束的短板，也解释了他难以建立稳定战功的部分原因。除此之外，有人认为是他运气不济，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没有像卫青、霍去病那样遇到一个可以放手让他去施展才华的明主，
在司马光剖析的基础上，而更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，在汉武帝以斩杀和俘获敌军的数量作为核心标准的军功制度下，他这种风格导致始终未能取得一场足够分量的、符合封侯标准的决定性胜利。但无论原因几何，是自身治军的缺陷、命运的捉弄、君主的考量，还是制度的严苛，这都成为了他生命中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。李广，这位名垂青史的飞将军，他的一生是大汉边塞将士浴血为国的缩影，是个人才华在时代浪潮中起伏的写照。他以40余年的戎马生涯，诠释了何为战士的忠诚与无畏。风沙漫卷的边关有他冲锋的身影，绝境突围的险境有他镇定的智谋，与士卒同甘共苦的营中有他简朴的身影。可命运的齿轮总在关键时刻偏移，李广南风的遗憾，如同一支未尽的箭，穿透千年时光，成了后世对英雄失意最深沉的嗟叹。或许正是这份不圆满，让他的故事更显真实。他没有卫青、霍去病那般耀眼的风绝荣光，却以飞将军的威名让匈奴闻风丧胆，以桃李不言、下自成蹊的品格赢得全军上下的赤诚拥戴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这句沉甸甸的评价，道尽了他无需言说的人格力量。他从不用言语标榜自己，却如桃树里树般默默结果，自然引得世人敬仰。当他引刀自颈的那一刻，生命的终点成了精神的起点。他未尽的封侯之志虽成遗憾，却以另一种方式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中，成为后世将士心中的精神图腾，成为大汉边疆上空永不熄灭的星辰。那星辰的光芒里，有他的勇武，有他的赤诚，更有一个民族对英雄最本真的敬意，指引着后来者在保家卫国的路上追寻属于华夏的无尽荣光。